一对初为人父母的年轻夫妻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儿子出生的喜讯。然而原本用于分享喜悦的庆祝方式却给这个年轻家庭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仅仅3天后，邦尼就和他刚出生的儿子突然消失了。接二连三的举报电话让警方摸清了犯罪动机，但真相远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加可怕。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浅见。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莫德斯托。该市位于加州中部，坐落在中央山谷的中心，人口约为21万人，是斯坦尼劳斯县的县治，也是该县最大的城市。主人公邦尼·甘博亚出生于1955年11月7日，案发时24岁。邦尼成长在阿肯色州一个传统的大家庭，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共有10个兄弟姐妹。1961年，邦尼跟随父母搬到加州莫德斯托，他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大部分时光，并在22岁那年组建了自己的家庭。邦尼的丈夫名叫理查德，两人同岁，于1977年6月9日结为夫妻。婚后，邦尼先去了一家养老院工作，但由于感觉养老院的老人经常遭到不公正的对待，自己有些于心不忍，于是后来又换了一份糖果包装的工作。而邦尼的丈夫理查德则去了一家橱柜制造厂上班。尽管他们的生活过得并不富裕，但两人都在积极为了家庭付出，生活过得充实而满足。据邦尼的家人描述，邦尼和理查德结婚后最大的愿望是能生一个儿子，不过出于各种原因，他们在3年后才实现了这个愿望。1980年9月22日，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叫小理查德的男婴。邦尼和理查德对儿子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在小理查德出生当天就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这条喜讯。稍微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种做法，在当年网络还不发达的年代，报纸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社区成员互相了解彼此的方式大部分也都是通过报纸，所以出生登报在当时是一种很常见的做法，通常是由孩子的父母或者家庭成员主动选择的一种庆祝和分享喜悦的方式。他们会在报纸上刊登新生儿的姓名、出生日期、性别以及家庭背景，以便亲友和社区成员能够及时了解。不过随着现在社交媒体和数字化通讯的兴起，这类庆祝方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大部分美国人会使用更加便捷的社交媒体宣布孩子的出生，而不再登报。然而没有人会想到，原本这种分享喜悦的庆祝方式却给这个年轻家庭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仅仅3天后，意外就发生了。1980年9月25日，这天是个周四，因为儿子出生的缘故，理查德已经连续3天没有上班了，所以今天他必须要去工作。家里就只剩下了他的妻子邦尼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小理查德。由于这是邦尼第一次独自带孩子，理查德有些不太放心，他特意叮嘱邦尼要照看好儿子小理查德，如果需要帮助，马上给他打电话，他会立刻赶回来。再三叮嘱之后，理查德才安心去了工厂上班。大约上午9点左右，理查德和邦尼通了一次简短的电话，期间邦尼提到他和一名儿童摄影师约了时间上门给儿子拍摄写真，现在他要去做准备工作，随后两人便结束了通话。大约1个小时过后，时间来到了上午10点左右，理查德再次给邦尼打了电话，准备询问照片是否拍摄完成，但是这次他一直没有联系上邦尼。理查德隐约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于是立即结束工作返回家中。这时他发现家门是打开的，妻子邦尼和儿子小理查德不见了。理查德在家附近来回寻找了好几遍，还给邦尼的家人和朋友打了电话，但都没有得到妻子和儿子的下落。上午11点左右，理查德向警局报告了失踪的消息。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到达现场，他们首先询问了理查德关于失踪前后的情况。理查德告诉警方，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工厂上班，对具体发生的事情并不清楚，但在事发2天前，邦尼曾接到过一名自称是儿童摄影师的来电，
对方表示在报纸上看到了他们儿子小理查德出生的消息，想为小理查德拍摄一组写真，这些照片将用于广告宣传，所以不仅不会收费，而且还会支付他们一笔费用。邦尼听到这个好消息，想都没想就直接答应了。当时对方记录了他们的信息，但没有约定具体的拍摄时间。在失踪的前2个小时，邦尼打电话称他和摄影师约定要在今天拍摄照片，但是这通电话结束后不久，邦尼就和儿子小理查德消失了。理查德认为妻子和儿子的失踪可能与这名摄影师有关。理查德的说法引起了警方的极大关注，为了找到相应证据，他们对2人的住所进行了检查。邦尼的钱包和随身物品都在，家里除了一把放在桌子上的折叠刀和几片尿不湿不见了，没有遗失其他物品。经过进一步检查，警方发现了明显的犯罪迹象。后院用于浇花的水龙头被人拧开，水流冲刷过的地方有一大片稀释的血迹，这一迹象表明有人在草坪上实施了暴力行为，并试图清理犯罪痕迹。由于事发期间理查德一直在工厂上班，很多同事都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所以警方没有怀疑理查德，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了那名神秘的摄影师身上。警方怀疑可能是摄影师绑架了这对母子，或者拍摄结束后其他人闯入家中犯下了这起案件，但不论如何，他们都需要先确认摄影师的身份。然而一直与这名摄影师有联系的是邦尼，理查德完全不清楚对方的身份，甚至不知道对方的性别，因此警方只能通过其他方法尝试确定摄影师的身份。按照常规的办案流程，警方首先调取了电话的通讯记录，经过层层筛选，他们很快确定了摄影师的来电号码，但经过进一步调查后，发现这组号码来自一个公共电话亭，所以很遗憾，这个方法无法为确定身份提供任何帮助。接下来警方又调查了当地从事摄影行业的相关人员，然而调查持续了几天时间，他们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最后无奈之下，警方通过媒体向民众发出了求助。邦尼和儿子失踪的消息一经媒体报道，很快在当地引起了极大关注。一时间，警方接到了大量举报电话，其中最引起注意的是当地一名年轻母亲提供的线索。这位年轻母亲表示，前不久她和邦尼一样，也接到了一通自称是儿童摄影师的来电。当时她被对方提出的诱人条件所吸引，于是就和这名摄影师约定了上门拍照时间。但比较奇怪的是，这名摄影师出现时没有携带任何摄影器材，只是说想先看一下他们家有没有适合拍照的地方，然后再根据孩子的样貌挑选一些合适的服饰。听到对方的解释后，他完全打消了疑虑，随后带着这名摄影师在家四处看了一下。就在这时，他们家突然来了一位邻居，当时他能明显地察觉到这名摄影师对邻居的到来感到有些紧张。仅仅过了几分钟，这名摄影师就匆忙表示要回汽车上拿相机给孩子拍照。然而自从离开后，这名摄影师就再也没有回来。举报人描述，摄影师是一位中等身高、身材偏胖的黑发女性，年龄大约30岁左右。这位年轻母亲提供的线索让警方明确了调查方向。他们认为所谓的摄影师应该是人贩子假扮的，目的是为了假借拍照的名义抢夺刚出生的婴儿。为了尽快找到相关线索，警方再次利用群众力量，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悬赏公告，任何与失踪案或者嫌犯有关的信息都可以获得1500美元的现金奖励。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办法效果非常显著，仅仅过了1天，他们就获得了一条关键线索。一位匿名人士向警方报告称，他的邻居玛丽与嫌疑人特征非常相似，并且在事发当天，他亲眼看到玛丽在家门口抱着一名刚出生不久的男婴。当时他感觉有些奇怪，因为玛丽之前没有怀孕的迹象，于是他询问了玛丽这名男婴的身份。玛丽表示男婴是他刚生下的儿子，说完就慌慌张张地走进了房间。举报人认为玛丽家的那名男婴很可能是失踪的小理查德。得到这条线索后，警方立即调查了这名叫玛丽的女子。玛丽全名玛丽莱恩，是一位4个孩子的母亲。她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离婚后一直与男友还有孩子生活在当地。巧合的是，
玛丽之前有过一些不太严重的违法行为，警方刚好有一份尚未执行的搜查令，于是他们立即带着搜查令来到了玛丽的住所。警方在玛丽家发现了大量母婴用品，又在卧室里找到了一名刚出生不久的男婴。当被问到男婴的身份时，玛丽还是坚持男婴是自己前几天所生的儿子，但警方一眼就发现了问题所在。男婴的脚上有脚蹼，耳朵上有褶皱，这些特征与失踪的小理查德完全一致。面对警方的质问，玛丽马上改口说，这名男婴不是她的儿子，实际上是她花钱买来的，因为她的男友一直想要一个儿子，她不清楚这名男婴的身份，也与这起失踪案没有任何关系。警方不相信玛丽的说法，于是进一步检查了她的住所。警方在玛丽家找到了一摞摆放整齐的报纸，这些报纸的人口登记页面上有几名男婴的出生信息做了特殊标记，其中就包括小理查德的出生信息。此外，警方还在一本电话簿上找到了理查德家的电话号码，这组号码的后面同样做了特殊标记。最为重要的是，警方还在玛丽的汽车后备箱发现了一大片干涸的血迹，事后的检测结果表明，这些血迹来自失踪的邦尼。在证据面前，玛丽坚持不认罪，也没有交代邦尼的下落，于是警方把注意力放在了玛丽的男友罗恩身上。起初警方怀疑玛丽可能与男友罗恩策划了这起案件，但经过调查后发现，罗恩实际上也是一名受害者。由于他工作的原因经常和玛丽分居，所以罗恩并不清楚玛丽假怀孕的事情，一直以为那名男婴是自己的亲生骨肉。通过相应的不在场证明，警方排除了罗恩参与犯罪的可能，确定这起案件是玛丽一人所为。大约过了1周后，警方完成了案件的最后一部分。一名工人在果园作业时发现了邦尼的尸体，尸检显示邦尼身上共有57处刀伤，伤口深度大约5厘米，与之前发现丢失的折叠刀刀片尺寸相同。至此，警方已经掌握了完整的证据链，根据已有线索，他们梳理了事发的全部经过。玛丽在上一段婚姻中与丈夫先后生下了4个孩子，由于他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孩子，不再需要继续生育，所以玛丽就在丈夫的建议下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也就是所谓的结扎。这类手术的好处是可以在不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避免怀孕，但同时也意味着永远失去了再次生育的机会。起初，玛丽和丈夫的感情还很和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关系逐渐变得紧张，最终导致婚姻破裂。离婚后，玛丽很快认识了现在的男友罗恩。玛丽对罗恩非常痴迷，她担心自己做过绝育手术可能会影响两人的感情，于是就对罗恩隐瞒了这件事情。然而罗恩从未有过孩子，拥有自己的孩子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这让玛丽感到非常为难。如果玛丽如实告诉罗恩自己不能生育，那这段关系肯定无法继续，她就会失去心爱的罗恩。为此，玛丽编造了怀孕的假消息，暂时欺骗了罗恩。玛丽很清楚，这种谎言最多只能维持9个多月，所以她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直在想办法完善这个谎话。1980年9月，也就是玛丽告诉男友罗恩预计生孩子的月份，她为了解决孩子的问题，策划了一个邪恶的计划。玛丽首先在报纸上收集了最近新生儿的出生信息，然后假装自己是一名专业的儿童摄影师，逐个联系了这些新生儿父母。第一个上当的是之前那位给警方提供线索的年轻母亲，但是她比较幸运，在玛丽即将动手之前，突然到访的邻居打乱了玛丽的计划。然而受害者邦尼就没有这样幸运了。玛丽来到邦尼家后，首先假装寻找家中适合拍照的地方，确定了邦尼家没有其他人。然后她趁着邦尼不注意，抓起桌子上的折叠刀，提着放在婴儿篮里的小理查德，迅速跑到后院准备逃走。邦尼反应过来后，立马上前，在后院的草坪上和玛丽发生了肢体冲突。两人在扭打的过程中，玛丽恼羞成怒，使用折叠刀连续刺了邦尼20多次。邦尼受到攻击后，很快倒在地上，失去了生命迹象。作案结束后，玛丽把邦尼的尸体放进汽车后备箱，并用水冲洗了草坪上的血迹。由于当时玛丽内心非常紧张，她没有清理干净血迹，就迅速开车逃离了现场。在处理完邦尼的尸体后，
玛丽带着小理查德回到家中，满心欢喜地给男友罗恩打电话，告知了自己刚刚诞下一名男婴的喜讯。警方的原话是，罗恩看起来很聪明，但实际上很容易上当受骗，自始至终他都被蒙在鼓里，从来没有怀疑过玛丽。1981年7月，邦尼遇害1年后，本案进入了审判阶段。玛丽莱恩因2项绑架罪和1项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邦尼的丈夫理查德在事后由于悲伤过度，不幸染上了严重酗酒和吸食违禁物品的不良嗜好。案发9年后，理查德因过量吸食违禁物品去世，终年33岁。邦尼和理查德的儿子小理查德被姑妈抚养长大，现年43岁的他是2个孩子的父亲。2020年，小理查德迎来了第2段婚姻，目前他和妻子定居在德州，生活幸福美满。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